share request。OK，你现在可以 share 了吗？看一下。可以了。然后我发一个 link，这个是高清版本，我发到 chat 里。这个就是一顺刻滑，刻滑呢大概就是你利刃比较高，像雪板在雪面上高速滑行的时候，你拐弯是通过雪板的侧切半径，然后在拐弯的时候呢，你人的重心也比较低，然后雪板利刃很高，然后是表现力比较强的一种滑行方式。然后我接下来会细讲这个一顺，什么叫一顺刻滑，然后也有大家可能听过一些八字刻滑吧。我主要是玩一顺刻滑，还有平花一类的，但平花后面有专门的人去讲，所以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一顺站姿啊，就是给大家讲一下单板的历史，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。其实美国的大部分人全部是像下面这个第三种，两只脚都是朝前站的。大部分你去山上看，全部是这样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所有人都是鱼雷，都是唰唰往下冲。然后后来这个玩法呢，在美国不流行了。为什么？后来人们发现了，当你两只脚分开站，就是八字站姿的时候，更适合公园和技巧。然后大部分美国人都比较喜欢玩公园嘛，所以慢慢的，所有的人，包括就是新手一上来，所有人也都会推荐你滑八字。然后呢，这种玩法美国人在摒弃了之后，然后被日本人发展了起来，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、15年，在日本就是发展的非常成熟，就是这种一顺站姿的刻画。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日式刻画，日式刻画大部分指的都是两只脚固定器朝前站的这个站姿，就是下面这个一顺站姿的刻画。好了，那我可以介绍一下为什么选一顺刻滑。然后因为刻滑的话，你要把雪板立得很高，就像这样，就像左边这张图这样。那么大家看右边这个图解最上面一个，如果你用一个比较普通的雪板，那你的固定器脚踩上去，你的雪鞋是会出来的，雪鞋是会超出这个边界。那么这个就是俗称的出界，也就是 boot out。如果你出界多的话呢，你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去高利刃滑行。所以为了达到高利刃的目的呢，有两种思路。一种是你不改变你的站姿，你就把雪板加宽，这后来也慢慢形成了一种玩法，一会儿会有人专门介绍八字刻滑。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你把你的固定器角度加大，然后你这样也可以把你的脚收在雪板内，然后同样达到能高利刃刻滑的目的。好，那么就是优劣势啊，这里我简单讲一下，大家可以截图回去看。如果你想玩的是着重技巧，然后着重平滑公园，那肯定是推荐八字站姿。然后八字呢也可以刻滑，但是如果你在选装备的时候选了加宽版的，你就要接受它会比较重。然后一顺呢，它是这个站姿，它不太适合于你玩一些技巧动作，但是它特别适合于你去练刻滑，就是整体你练刻滑的话，它难度会低一些。那么也有人要问了，什么是刻评？很多现在网上特别流行提刻评啊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刻滑和平滑对装备的要求是两种极端，适合刻滑的板子一定是比较偏硬、比较偏长的，那么平滑是反过来的。所以如果有一个商家跟你说这个板又能刻又能平啊，大家注意了啊，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，就是你要刻滑性能，一定会牺牲它的平滑性能。你要平滑性能或者就是灵活性高的话，你一定会牺牲刻滑性能。所以没有存在什么板又适合平滑又适合刻滑。所谓的刻平，它都是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某个点去做取舍，就是你选择适合你的那个点，这就是个 trade off。然后接下来回答几个就是我经常被问到，就是大家会问的几个问题啊，就是我早就想统一来解答一下这个东西了，就是什么时候我可以尝试一顺？一般来说，我会建议你八字一开始八字上手，新手不建议你上来就一顺，然后你八字最好练到可以两边都滑，就正反脚可以滑，反脚可以搓搓雪下蓝道，正脚可以练到至少纯走刃吧。然后你去接触一下平花，接触一下公园，接触一下全地形、蘑菇、树林，都滑一滑，跟你的朋友都滑一滑。然后你觉得哪个好玩，说不定你觉得公园好玩，说不定你觉得刷山好玩，这个都是喜欢什么就玩什么。所以你可能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风格。所以也没有必要就是说上来
刚学会换刃就一顺，就很多人都是这样嘛，所以我比较推荐就是你多划一会儿八字，把所有的玩法都体验一下，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刻划是你想练的东西，你再尝试一顺。然后没有教练可以学一顺吗？完全可以，你可以自学。像我跟北美最早一批玩一顺的，基本都是自学。然后呢，会比较痛苦，但是现在我做 YouTube，然后做了很多很多一顺刻划的内容。其实一顺刻划的内容，练八字刻划的朋友也可以去看，其实发力是比较类似的。大家可以关注我的频道，YouTube、B 站、小红书、抖音，全叫一个名字，叫极客滑行。然后上面都是所有的免费的教学，然后我会讲的非常详细，有时间呢可以看一看。下一个问题，刚滑一顺，我需不需要刻滑板？我的回答是完全不需要，你完全可以就是用你现在的任何粉雪板、公园板什么板，你把站姿调成一顺，然后你滑个3、4天，你看看自己喜不喜欢。有可能你滑了3、4天，你还觉得很别扭呢，那你就可以改回去。那你没必要就买了个一顺板，滑几天又卖。那么如果你觉得很喜欢，那你滑了，你就可以继续滑下去，然后再考虑去升级装备。因为刻滑的装备其实价格都比较偏高，所以我一开始不建议就是盲目的入坑。然后一顺可以玩平滑公园吗？像我说的，就是一顺这个站姿在技巧性上肯定是会牺牲掉的，就是这个站姿更难的去做一些技巧动作。然后完全是可以玩的，你公园你跳个包什么，但肯定是没有八字稳定。所以我自己作为平花和刻滑一起练的人呢，我练平花的时候基本是用八字。然后当我八字学会了这个发力和一些概念控板的概念之后呢，我再用一顺去把这个技巧应用到一顺上就可以做，但是没有那么容易。所以我比较建议，如果你玩公园平花，还是正儿八经就是用平花板，用平花的角度不要就是拿个一顺板在那抡，其实也比较容易扭伤什么的。然后最后一个问题，北美有一顺俱乐部吗？好，作为一个北美创立最早的一顺俱乐部的创始人我告诉大家，这个我们俱乐部叫 Ascend， 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，就是在小红书什么私信我。然后我们是比较欢迎就是大家来一起讨论技术、分享技术的，因为我们也想发展那个一顺的玩家，因为大家一起玩滑雪才有乐趣，所以就是对一顺感兴趣的，欢迎了解一下 Ascend。然后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，就是把时间交给后面的朋友，谢谢大家。